的伙伴们，晚上好！欢迎来到驾控不息、至美不凡 MG7幻彩之夜。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，MG7就从未停止对极致品质与硬核性能的追求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 MG 品牌事业部总经理陈翠先生解锁2026款 MG7全面进阶的产品魅力。各位 MG 的家人们、媒体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让大家久等了啊！但是我觉得7点17分我们送给 MG7是刚刚好。今天应该是我们 MG 在2026年或者说整个汽车圈的第一场的沟通会，可能也是在座很多媒体老师你们今年的第一场，对吧？非常感谢大家陪伴了我们一整年，给我们很多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啊，让我们通过王牌产品给大家讲了一个又一个 MG 平权精神的故事。那之前我们都在聊 MG4，对不对？今天很高兴又带来一款。屏幕上这句话我在 MG4的发布会上使用过，属于 MG 的轿跑梦是要让所有人都能拥抱风的自由。所以呢，今天的改款 MG7，它是一台正儿八经的轿跑，我们又花了很多心思去打磨，让 MG 的平权也落在它的身上。那既然说轿跑平权啊，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：什么是真正的轿跑？这2年汽车市场有一个热点角色小米SU7啊，它订单很多，排队要半年，为什么这么火？啊，我觉得因为它满足了很多年轻群体的轿跑梦啊，年轻群体他们想要时尚优雅的外观，同时心里边还有一个小野兽，按下启动键啊，就希望能够瞬间去释放他们的速度和激情。日常要内敛一些，需要时要张扬一点，可收可放。而今天你们看到的我们这台 MG7，它在同级的燃油车的领域似乎找不到比它更加配得上轿跑2个字的车型。那当然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30万甚至40万以上的豪华车，也确实有很多不错的选择。但是，要么定价过高，要么你得花钱一笔笔的进行选装，那才能拥有真正轿跑的享受。这一次改款的 MG7，我们下了决心要用4个字，今晚用4个字来诠释我们对轿跑平权的理解。哪4个字？继续往下听。MG7 的颜值应该不用多说了，优雅高级的这个外观深受很多用户的喜爱，很多用户把它称它为小帕梅，对吧？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为 MG7 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冰岛蓝的外观，让你感觉像站在冰川前面那种被清冷纯粹的蓝色包围的感觉，冷静又有格调。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简直跟轿跑非常的配啊，它既内敛又张扬的这种气质，我要强烈的安利给大家。而这一份外在的冷静克制，其实它藏着2种完全不同的内在性格。了解 MG7 的朋友都知道啊，如果你的心里住着一团火，我们经典的红色麂皮的内饰就是绝配。坐进车里，外在的这种冰与内在的火碰撞出的反差感，让你一踩油门就能释放藏不住的激情。如果你更偏爱雅致内敛的风格，我们这一次也特别新增了一款同色系的冰晶蓝的内饰，它和冰岛蓝的外观呼应的恰到好处。从外到内都透出一种优雅的从容，所以呢，一台合格的轿跑标志性的基因是什么？我最先能想到的是什么啊？是无框车门、大溜背，是掀背尾门，是双边4出的尾排。那这些轿跑元素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，在我们的 MG7上全系标配。我们认为这就是轿跑的入门标准。那轿跑还要什么加分项？大轮毂，对吧？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在自费改装全熏黑的大轮毂，一套下来要8000多块钱。这回大家不用这么折腾了，我们全新19寸的暗影裂风轮毂，全熏黑的刀锋式的辐条设计，跟红色的卡钳搭配在一起，时尚又有力量感。这一次我们不仅在高配版本上做了升级，19寸的大轮毂更是做到了全系标配。这是什么？下一页啊，这是 MG7 标志性的3段式尾翼。很多用户说，不是所有的电动尾翼它都叫3段式尾翼啊。大家可以看，跟右边我们其他豪华品牌车型的尾翼相比，我们的尾翼的开合感的仪式感是不是给满了？所以，保时捷帕梅同款的3段式尾翼在现款 M7 车型上，它的选装价格是多少？5000块钱。但这一次我们全系标配。好，一眼路的轿跑的颜值有了，豪华体验我们要跟得上。大家看啊，屏幕上是我们对轿跑豪华享受的理解。所以呢，在 MG7 这台车上，我们给你通通配上 BOSE 的音箱、前排座椅的电路调节、通风加热、
电动尾门、全景天窗、256色动态氛围灯、可调式的高性能运动排气的声浪，这些配置我们发现，在其他品牌的选装包里分别是这个价格。但是呢，今天的 MG7 以上我说到的所有的豪华装备全系标配，我们从入门开始就给你满配的豪华。轿跑的颜值和豪华体验，我们绝对不能妥协。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改款 MG7，刚才说了这么多，这就是我们对轿跑平权4个字的理解。开头我说要用4个字来诠释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了吧？是什么？全系标配。这份平权的诚意，我们说到做到。好，如果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颜值和豪华是轿跑的外在，那动力操控就是轿跑的灵魂。那它是踩下油门时你感受到的那种推背感，是高速过弯时你对这台车的信任感，是追逐自由的向往感，更是把前进道路牢牢握在手里的掌控感。MG 的操控基因从骨子里就带着技术平权的初心。当年一台蝉联18年全球跑车销冠的 MGB， 它以保时捷911当时不到1/3的价格，让跑车的速度与操控变成了全民可想。这就是最早的 MG 的操控平权。如今我们的初心依然没有改变。这2天应该有部分的媒体老师已经感受到了，现在的 MG7 我们同样以不到宝马4系1/3的价格，我们尝试将 BBA 中最强的操控实力也平权到主流的价位。那平权不仅需要诚意，我们更要有底气。接下去的这些硬核技术就是我们的底气。大家非常熟悉啊 ，2.0T 加 9AT 的双10加的黄金动力组合，它带来了260匹马力和6.5秒0-100加速的实力。X-Mode 的物理按键和换挡拨片，让刚才说的这份动力感受，你可以随叫随到。对于非常专业的玩家而言啊，我们坐在中间非常专业的玩家而言，不仅可以通过数字仪表实时看到进气温度、涡轮压力、机油压力这些专业的动力参数，你还可以自定义去调节动力、转向、悬架的细节参数，让你的每一脚油门都是属于你自己的驾驶快感。所以动力到位了，我们的操控技术还有什么干货？首先，同级唯一的 eLSD 电子限速的差速器，相比普通的机械式的 LSD， 它能够实现后轮扭矩0到100%的无级调节。无论是赛道里的极限过弯，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雨天打滑，它的扭矩精准所指，可以提供更灵活、精准、安全的操控体验。类似的配置我们看了一下，比如机械式的 LSD 在其他的品牌选装需要13000元。那还有我们有同级唯一的 MCDC 的智能电控悬架，它的阻尼响应速度可以达到20到50毫秒啊，这个级别。面对坑洼的路面、减速带，我们的车身可以依旧稳定如初，为你的操控体验托底。类似的装备一样看了一下，在其他品牌需要加价5000元以上。那还有什么？保时捷同款的 VGT 可变截面涡轮增压系统，它能够极大的改善动力响应和扭矩输出，动力响应率可以提升30%，让双10加的黄金动力组合的表现可以充分的激发。还有，奥迪、宝马同款的 VGR 的可变传动转向系统，我们同级最小的2.34圈的转向圈数，掉头过弯的转角效率及响应能力至少提升了10%以上，这个操控手感让你指哪打哪。刚才说的这些硬核配置，这个略微有点过分啊，有点贪心。要知道啊，同时拥有我刚才说的这4项王牌技术的性能车，它的售价除了 MG7 以外，至少要到30万以上。而我们把拥有这4项顶尖技术装备的整车价格，我们打进15万内，这就是操控平权的技术底气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有了技术的加持，还要看一看实车的表现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，提到操控，宝马绝对是绕不开的标杆，它几乎就是操控的代名词。而我们造 MG7 心里多少藏着点较劲的私心和野心。私心是什么？我们想打造一台机械质感扎实、不妥协的完美轿跑。野心呢？我们想用 MG7 来证明，我们中国品牌也能做出和欧洲竞品同等水准的操控体验。所以这次我们直接把 MG7 和宝马4系拉到了金卡纳赛道，很多媒体老师这2天在体验。我们不是要抱着打败谁的心态，我们就是想在这个公认的操控标杆的面前，我们实打实来检验一下，这台我们用心打造的 MG7 到底能不能跟它同台较量。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。
刚才看完这个视频，大家感受如何？其实我在现场是看了整个测试的，我自己是被 MG7 的表现惊喜到了。我简单做下解读啊。刚刚我们看这个18米的绕桩，这是个国标测试，对不对 ？MG7 通过了7个桩筒，最快用时6秒52，与宝马的6秒55不相上下。在 ELSD 和 MCDC 的共同加持下，它让车身的侧倾控制做到了极致，过桩的动作稳准快。那接下来我们看最考验车辆极限避险能力的麋鹿测试。MG7 我们跑出了77.4公里每小时的测试成绩，略胜于宝马的速度。但在这个背后 ，MG7 它的顺态侧倾更小，车尾的动态更加可控，给驾驶者非常足够的信心。衡量极限过弯能力的核心指标是什么？是最大的侧向加速度。这就需要看定圆测试。宝马凭借着后驱和50:50的轴合优势，在30米直径定圆中跑出了0.91级的侧向加速度。那在极限的定圆、循迹性和稳定性方面非常的抢眼。那 MG7 我们依靠了 ELSD 的轮间的扭矩分配，也跑出了0.89级的侧向加速度。可以说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宝马的这个弯道极限的性能。那接下来是模拟了天马赛车场1号弯的这个15米半径的游行弯测试。这是几项测试中给我震撼最大的。得益于这个过弯神器 ELSD 的加持，当我们把这个 LSD 我们调到弱模式的时候，我们 MG7 的出弯速度已经达到了81.1公里每小时，略胜于宝马4系的79公里每小时的成绩。那 ELSD 它完美攻克了前驱车普遍的推头的这个通病，让 MG7 的出弯更快，稳定性和易控性更优。当我们把这个 ELSD 我们调到强模式的时候，我们的 MG7 甚至开出了82.6公里每小时的成绩。我在现场我是趴在地上看的，当时 MG7 高速过弯的时候非常的贴地，对比4系的优势很明显。最后是什么？是飞坡测试。由于 MG7 我们配备了国内首套 CDC 的可变阻尼减震器的技术方案，因此呢，在相同75公里每小时的车速下，两台车我们一起打开了 Sport 模式。MG7 的车身振动幅度相较于宝马4系上下小了整整40%，飞坡的姿态相当的从容稳健。所以不管是日常颠簸的路段的舒适性，还是在激烈驾驶时候的运动性 ，MG7 都能完美兼顾。看了这么多专业测试，我们其实不是为了证明说 MG7 比操控标杆宝马要好多少，也不是说要回怼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说有外媒说 MG 你在中国人手里就不懂操控了吗？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在全球燃油车市场持续投入的决心。我们要用主流的价位，也要做出不逊于豪华品牌的操控质感。还是那句话，试驾车就在门外。明后几天，各位媒体老师请随意对比，好不好开，试过才知道。好，刚刚讲操控，操控做到位了，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，在新能源时代，燃油车的智能化能不能不要落后？你能不能也平权一下呢？大家应该记得，2023年的时候，在 MG7 上市的时候，就打破了燃油车智能差这个刻板印象。它是首个搭载智能驾驶辅助的燃油轿跑，高速 NOA、智能泊车这些功能通通都有。但我们知道啊，这还没有满足油车用户的期待。从 MG4 的热销里，我们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：要造好车，一定要先听用户的声音。这段时间，我们收集了很多 MG7 用户的反馈，有表扬，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吐槽。吐槽是什么？他说你的低配芯片的算力不够，反应有点慢。应用好像有点太少了，不够我用。语音交互不流畅，好像在跟一个小傻子对话。没有这个手车互联，导航转车机好像有点麻烦。OTA 不给力，买了这台车好像没给我 OTA 过。那这些声音我们全部都记下了，这些问题我们也不敷衍，今天一次性给出回应。改款 MG7，我们确实变得更聪明了。不谦虚地说，我们有4个全系标配，打造出了同级最强的 AI 车机，给你不输新能源的智舱体验。首先，8155的芯片，7纳米的制程，我们给燃油车也装上了新能源同款的智能大脑，多任务切换、复杂指令处理，丝滑不卡顿。这个什么全系标配。其次，全场景的手车互联，不管你用华为、苹果还是安卓手机 ，HiCar、CarLink、CarPlay， 手机和车机无缝衔接，全系标配。还有安卓生态的应用宝，你想听的歌、想用的导航、想玩的小程序，应有尽有。这次我们也特地做了升级，全系标配。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，有前辈跟我说会聊天非常重要，可不是嘛？我觉得一次次的发布会就是要跟媒体老师、
跟屏幕前的用户聊好天、讲好车，我们才能有好的收获，对不对？现在的汽车，特别是燃油车，会聊天更重要了。很多用户对智能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很多燃油车还停留在你调个功能要低头找一下那个按键，你搜首歌半天找不到，仪表盘的这个报警灯亮了，你一脸懵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 MG7 要做的就是要让燃油车，我们也要和新能源一样，我们要会聊天，会来事儿。这次 MG7 我们升级了原神的 AI 系统，不仅在 IDC、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等多个权威机构的专业评测中，我们拿下了全品类第一。其搭载的阿里通义大模型结合夸克平台的大数据，我们更是稳居全球开源大模型、中国大模型竞争力的双料榜首。研发投入上亿，由1000人级的团队打造的硬核技术，让我们 MG7 的 AI 智仓在同级所有车型里又一次来到天花板。大家知道，我们给工程师下的任务定义是什么 ？MG7 的 AI 语音升级，我们要让用户开车时实现全场景能动口不动手。比如，同级首创的 AI 场景魔方，让你用一句话语音来创建场景，可以根据你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设置触发条件，关联并实现上千种组合式的车控功能。还有，同级领先的音乐随心搜。它可以彻底解决你语音搜歌的痛点，业内率先实现了跨应用的融合搜索，摆脱死板的搜索限制，让你像跟朋友聊天一样，找出你印象里那首曾经触动你但是你不记得的歌曲。此外，新能源车上你能想到的所有主流的智能功能，我们全部拉满 ：AI 闲聊、AI 百科、随行指问、可见可说、大模型车控、大模型车书、连续语音输入、多轮对话、声源定位等等。我看现场各位非常迷茫的眼神啊，说明我还是不太会聊天。那干脆让我们会聊天的车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你好，斑马，好兄弟升职应该怎么庆祝呢？给好兄弟升职准备惊喜是个好主意。你可以准备一个定制的礼物，让他知道你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。你好，斑马，当副驾上车后，空调调至18度，打开绿色氛围灯，打开副驾座椅通风，然后音乐播放，我不配。你为您创建了场景。哟，不配？我怎么不配了？上一首，下一首，上一首，暂停，播放。哎，开个玩笑。你好，斑马。关闭绿色氛围灯。好的。关闭座椅通风。好的。关闭音乐。好的。空调调至21度。好的，马上给您把主驾空调调到21度。你好，斑马，设置灯光设置、车内灯、氛围灯、情景设置、呼吸效果 ，X Mode 自由驰骋，电动尾翼。等一下，你好，斑马，我有点闷，这就给您安排外循环。还有点热，马上帮您把空调温度调低些。再等一下，你好，斑马，我还有点无聊，想听歌，要不来一首青春燃烧的歌曲？还和一部国产动漫相关，讲的是一群人追逐音乐梦想的故事。你知道是什么歌吗？这首歌应该是《我为歌狂》的主题曲《燃烧的青春》。出发！你的惊喜不会是要买前面这个社区的房子给我吧？你好，斑马，前面是什么小区？右前方是嘉平美誉，挂牌均价为75824元。大冬天就开始做春秋大梦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有吹牛吧？这个车机好像介绍的比我更好一些，这个表现应该不输新能源了吧？以上刚刚我们所有提到的智仓功能的升级，包含了前面说的8155、手车互联、原神的 AI 大模型等等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燃油车跟新能源一样聪明，智能平权、体验平权在 MG7 上的这些升级，我们全系标配。很多老用户可能会问啊，你刚才说的这些智能化的全面升级，会安排 OTA 吗？必须安排。所有搭载8155芯片的 MG7 老车主不用等待，我们在本月就启动 OTA 的升级。面对老车主，同样全系标配。还不够，还不够啊！因为我们还有非8155芯片的 MG7 老车主，怎么办？我们聚焦大家最核心的需求：手车互联和同级最强的会聊天的原神 AI 系统，同样于本月启动 OTA。
不管你是新车主还是老车主，不管你买的是高、中、低配，我们的智能化升级都全系标配，这就是我们的智能体验平权。好，说了这么多的产品升级，做下总结。轿跑的颜值 ，MG7 安排了；豪华配置 ，MG7 超标了；动力操控 ，MG7 不逊色于头部的豪华品牌；智能体验，我们敢与新能源对标。这是我们今天通过 MG7 给出的诚意，也是我们对于 MG 品牌平权理念交出的答卷。好，后面我们到了价格的环节。这台 MG7 的全新改款，这次我们直接推出限时补贴价，目前一共4大条线。我宣布，优雅版建议零售价13.79万元，限时补贴价11.69万元。奢侠版建议零售价15.59万元，限时补贴价13.19万元。Traffic Plus 超级运动版建议零售价16.99万元，限时补贴价14.59万元。Traffic Plus 超级智驾版建议零售价17.89万元，限时补贴价15.49万元。好，除了最新的限时补贴价，刚才提到的各项全系标配也将出现在各款车型的装备升级中。在这个价格基础上，我们给你再加码。还有，超给力的权益我们也要加码。首先，刚才提到的新车色冰岛蓝啊，它的选装价值3000元，前排座椅的通风全系都有啊，价值2000元，我们免费送。还有至高8000元的置换补贴，我们免费送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追求极致的性能体验，对我们 2.0T 的车型情有独钟，我们还额外准备了10000元权益包，是什么？价值6000元的整车终身质保和价值4000元的终身免费保养，全部送给大家。今天开始 ，MG7 也将跟新能源产品一起进行销售服务升级。我们要减少客户的议价成本，直接推出限时补贴价，线上下定即可锁定全部权益，让用户的购车体验平权。好，刚刚我们在聊 MG7， 大家看到了 MG7 的价格，应该还挺满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还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在今年的年头和大家再聊一聊 MG 这个品牌。很多人说 MG 墙内开花墙外香，这点我不否认，甚至我很骄傲。2025年我们在欧洲市场的销量直接突破了30万，我们连续11年蝉联了中国品牌在欧洲的销量冠军。今天上市的这台 MG7 刚刚也拿下澳洲 ANCAP 5星安全的评级，标准非常高。在澳洲市场，它成为了同级燃油轿跑的销量黑马。在英国、意大利、法国，我们的累计销量都突破了10万辆。要知道，欧洲市场这个是 BBA 的主场，能在他们的地盘站稳脚跟，靠的不是低价，而是和欧洲同步的安全标准、实打实的操控性能，还有全球统一的制造品质。但是，刚才说的墙外香不代表墙内凉。去年全新 MG4 表现应该说让我们走出了新的节奏。这款车上市以后24天交付破1万，连续4个月我们销量破万，稳稳地走出了一条销售曲线。我们用7万级的起售价把 C2B、把一体式热管理、智慧补盲、手车互联这些以前20万级才有的配置，全都给到了用户。更关键的是什么？我们推出了全球首款10万内量产的半固态电池车型，通过了各项极限的安全测试，彻底破解了纯电用户的安全焦虑。因为 MG4 的持续热销，我们的网络数也在去年底突破了530家，在中国市场的细分到县级市场的覆盖率，我们超过了95%。通过销量的稳定，我们的服务覆盖率也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好。MG4 不仅让更多人知道 MG 也可以造好新能源车，更让这个品牌从以前的运动独特变成了技术平权的代名词。这份从吐槽到认可的转变，这份由哭变笑的成绩单，是最让我们感动的收获。随着我们宣布未来2年多的时间要推出13款新能源车型，外界的质疑声也来了，说：“哎，你 MG 是不是要彻底放弃燃油车了？以后燃油车用户是不是没人管？”今天我们用 MG7 的行动回应：绝不！燃油车是 MG 的根，是我们100年赛道基因的载体。放弃燃油车就是放弃那些曾经选择我们、支持我们的用户，我们绝不会做。今天我们聊到的 MG7 的 OTA 不仅面向了老用户，甚至非8155芯片的老车型也在我们升级规划中。
这在我们内部其实还有一点小争议啊。财务的同事就找过我说，哎，你这台车本身就是中高配的销量占比高，入门款不是815芯片，你做一次全量的 OTA 开发，分摊到每一个老车主身上，是新款车型的10倍还要多，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。他们说的是实话吧？从商业逻辑上来看，这确实是一笔亏本的买卖，应该说没有流量，没有销售增量，只会增加我们内部的开发成本和压力。但是呢，我们看一看微信后台的一些留言，说有车主说车开了3年了还是喜欢，但是这个车机好像有点跟不上需求了。有车主晒出和车的合影，说这是他的第1台车，陪他经历了好多东西，想一直开下去。我觉得我们不能只算商业账。我们常说的体验平权，这不是一句口号，它不该因为车型新老、用户多少而打折。那些在我们起步期就选择相信我们的老车主，他们的支持才是我们走到今天的底气。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决定，不管成本大小，不论用户多少，这场 OTA 我必须做。今天我也想对所有 MG 老车主说，谢谢你们当年的选择，你们的支持我们完全没有忘记。这次花费1000万的 OTA 是为了大家而兑现的承诺。不管过去多久，只要你选择过我们，我们就要让每一位用户都能享受到同等的产品体验。还是有人会问，那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力气去坚守燃油车？我想说，因为燃油车的积累，它恰恰是我们面向未来新能源转型的底气。现在全球的燃油车销量占比仍超过70%，在俄罗斯的寒冬，在中东的沙漠，在非洲的乡村，燃油车的便捷性无可替代。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用户的需求。MG 在全球市场的责任是满足每一种出行场景，不辜负每一份信任。我们也在想，如果没有全球巨大市场的持续支持，何来资本研发新能源技术？比如我们的半固态电池，这正是 MG 技术平权的核心实践，不让价格门槛阻挡任何一位消费者享受到顶尖技术的权利。这份来自全球市场的规模红利，我们会毫无保留地回馈给用户。还有，如果没有全球供应链积累，用规模降本，怎么让消费者得利？总不能减配降本吧？MG 在燃油车时代搭建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全球统一的制造标准，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一出生就有高起点。MG4 的品质和性价比的兼顾就是最好的印证。用规模降本，绝不降低用户的使用感受，这是 MG 的诚意，是藏在价格背后的责任。再有，如果不搞发动机、变速器，怎么同时做好混动、增程和纯电？难道让我们去买别人的技术吗？我们造了几10年高性能内燃机，凭借各种工况下锤炼出的可靠性，让发动机在高温、高原等复杂路况下也稳如泰山。现在我们的混动车型在欧洲卖得很火爆，核心就是发动机技术带来的高效和可靠。所以，造得好燃油车，才能造得好更有机械质感的新能源车。从100年前 ，MG 品牌要让普通人也能开上跑车，到今天我们 MG4 的半固态电池的普及，以及我们看到的 MG7 的操控平权 ，MG 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我们要让好的技术不被价格绑架，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能拥抱自由的风。未来我们会坚持油电并进，在燃油车领域，像刚刚看到的，我们会持续去升级我们的操控和智能体验，不让选择燃油的用户掉队。在新能源的领域，靠燃油车我们积累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，我们要把领先的3电技术平权到主流价位。从 MG4 到 MG7， 从燃油到新能源，我们的产品矩阵会越来越完整，但技术平权的底色永远不会变。最后，在这个新年的开始，我要再一次感谢每一位用户的陪伴和信任，也感谢在座每一位媒体朋友这1年来的支持和关注。今天我们看到的 MG7 改款，是我们对自己不妥协的坚持，更是对过去、对未来的坚定承诺。全新 MG4 在去年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起点，2个月以后 ，MG4 也将正式开始征战全球市场。我们的技术反攻将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打响。MG 品牌要带给大家的惊喜才刚刚开始，在中国市场的品牌与技术升级将给我们更强的信心，让中国制造闪耀全球。谢谢大家。